据环球网最新报道称，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在日本与日本自卫队开展了岛屿作战演练。据悉，几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搭乘2架 CH-47智努干直升机在草地上降落，而日本自卫队队员乘坐2架鱼鹰运输机一同抵达。他们的模拟任务是避开敌人的火力范围，并夺回一处港口。分析人士指出，美日这次演练的项目突出了美国对部队分散作战和指挥的重视，目的是让敌人更难以对这些部队进行定位和打击。毫无疑问，所谓的敌人指的就是中国。美媒对于该项军事演练解读为应对中国军的挑战，而且与日本进行这样的演练，也表明美国意图让日本处于中美角力的前沿地带。我们知道，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，我国已经在军事卫星、网络作战以及人工智能方面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军事实力间的差距，成为五角大楼所谓的近乎对等的竞争对手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美国不得不进一步调整其遏制中国的计划。报道指出，美国及其盟友担心所谓的第一岛链可能面临挑战。为了让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海上冲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，美国海军进行了更为紧密的整合。这次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进行演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因此，这次美日密谋的小动作或许比岛链封锁计划更为恶心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禁有人担心，一旦美日联合能对遏制中国发展起多大作用？针对这一问题，俄罗斯替中国做出了回答，呛声称中国的挑战是无解的。言外之意，无论美国再怎么煞费苦心，也都是白费力气。今日俄罗斯网站报道称，美国呼吁建立反华联合遏制和孤立中国，此举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因为中国是一个已经深深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的经济超级大国，即便是对美国的盟友们而言，也同样如此。因此，中国的挑战并没有直接的答案或应对方案。为此，报道给出具体例证。以2020年为例，中国在这一年达成了2项非常重要的协定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。分析认为，这2项决议都是对美国企图遏制孤立中国的意图的重大打击，同时也揭示了一个现实：即使是美国盟友的帮助下，中国也拥有足够的杠杆对抗美国。因此，无论美国跳得多欢，我们只需要坚定自己的发展步伐，这样就可以让美国的所有企图都白费。自新冠病毒袭击美国以来，该国的经济遭受重创。与此同时，闻名世界的美军 F-35也没能逃过新冠的打击。这不近日，据印度欧亚时报报道称，五角大楼突然无限期搁置了其第5代隐形战机 F-35的全量生产，这将对美国军火商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将是一个巨大打击。洛马公司的女发言人杰西卡·麦克斯韦声明称，做出这一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爆发、技术挑战和新冠病毒的影响推迟了模拟设施的准备。该设施将对美国最昂贵的武器系统进行复杂的测试。这一决定与去年的计划形成鲜明对比。当时他表示， F-35战斗机经过一系列推迟，最终将于2021年3月全面投入生产，甚至直言，我相信我们会在3月约会。但事实上，目前尚无确定 F-35战机准备就绪的日期。印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，自2017年以来，该计划一直被推迟。当负责收购和维护的美国国防部副部长艾伦·洛德决定取消不迟于3月投入全面生产时，这一事态发展被曝光。麦克斯韦认为，想要全面投入生产 F-35战机，首先要通过技术审查。2006年2月19号，第一架 F-35A 战斗机出厂，经过一系列地面测试，于2006年7月7号正式对外发布。美国空军正式将其命名为闪电2号。众所周知，有事实证明 F-35战斗机是有技术缺陷的，这样在2020年摔了至少10架飞机的美军倍感压力。F-35隐形战斗机坠机事故。2018年9月28号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F-35B 战机在南卡罗来纳州伯福特海军陆战队航空站附近坠毁。2019年4月1号，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-35A 战机失去联系，起飞后坠毁。2020年5月19号，部署在佛罗里达州艾格林空军基地的一架 F-35A 战斗机坠毁。F-35始终无法通过初始作战测试和评估，主要来源其自身存在的缺陷，包括性能局限、极端天气下雷击起火风险、隐身涂层不耐用和头盔显示器图像延迟等。这意味着 F-35战斗机将继续低速初始生产，直到它完成最后阶段的运行测试。不过，即使 F-35完成了测试，还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分析收集到的所有数据，并准备一份报告，供五角大楼根据这些数据做出决定。F-35项目的发言人劳拉海报说，修订日期最早可能在2021年2月底公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美国这一决定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。尽管 F-35存在缺陷，但美国的经验确实比我们的丰富。F-35一旦通过验证，也将开启下饺子的模式。
根据美媒国家利益在1月2号的消息显示，加拿大航空公司对外宣布，才通过美国联邦航空局 FAA 审核复飞的波音737 MAX， 在近日该公司的飞行测试中出现严重安全问题，飞机刚刚起飞，结果很快就收到了发动机警报。机组人员联想到此前接连2次的737 MAX 空难场面，第一时间更改了飞行航线，迫降在了美国亚利桑那州机场。所幸的是，由于是737 MAX 才开始在加拿大复飞，因此此次飞行仅为测试，机上并没有乘客，只有3名机组人员。有意思的是，在事发第一时间，波音公司就开始装死，被采访时还声称拒绝发布评论。不过很显然，这对于如今尚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波音来说，无异于一次公开审判。毫无疑问，这对波音来说是又一次巨大打击。刚复飞就出事，加拿大航空公司显然没有像之前那样，美国说什么就是什么了。在发布会上，该公司对外声称，此次事故中暴露的问题显然不会只有这一次。波音737 MAX 上的安全性问题并没有像 FAA 所说的那样让人放心。实际上，自从2019年接连2起航空事故后，波音737 MAX 的安全性能就成为了全球航空相关产业关注的核心问题。但是在过去的近2年时间里，波音并没有把精力花在如何提升安全性能上，而是如何用最小的成本取巧方式让波音737 MAX 通过复飞测试。与作为审查机构的 FAA 私下勾结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在整个波音737 MAX 事件开始，外界普遍的观点是美国的制造业衰落，导致高端制造业上原本安全的东西被带向了危险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相关调查的进行，才发现这根本是一个全方位的坍塌。波音为了减缩成本，提高产业竞争力，严重削减了研发时必须的安全检测和制造成本，这导致本就是半个成品的737 MAX 被急速推上市场。而整个过程中，所有原本为安全检测制定的机构和人员完全被俯视，成为了整个绿灯通道的共犯。更要命的是，哪怕出了事故，这些人都不需要额外付出一点责任，道个歉走人就完事了。话又说回来，此前波音还多次向中国暗示，希望中国能高抬贵手，放波音一马。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航空市场之一，中国如果通过复飞，那对波音来说才是实质性的解决问题。不过就像很多网友讽刺的是，波音做这种梦，不如想想美国怎么对待华为的。据俄罗斯媒体在1月4日报道称，中国导弹防空系统的另一项现代化，为中国在西藏的防空部队增添了强大的力量。据悉，近日中国东部地区增强了自己的防空作战能力，其中部署了一种红旗16B 防空导弹系统，这是中国早前的红旗16防空导弹更现代化的改进。红旗16防空导弹作为一种同时被海陆都采用的防空导弹，可以说素质是相当的高。在中程防空导弹中更是做到了高低兼顾，尤其是在对付一些比较低的目标时更是十分精准，并且最低在15米之下就可以直接打落飞行物，这一点也在诸多海军演习中被诠释的淋漓尽致。同样，红旗16在作为陆基导弹上也并不弱，不仅机动性能十分强劲，火力更是十分突出。例如在红旗16从行军的状态转换到攻击状态只需要13分钟就可以搞定，而且在发射火力上，一个火力单元可以同时跟踪8个目标，并且选择其中一半的目标进行攻击。这次俄罗斯提到的红旗16B更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才得来的更先进型号。据俄媒表示，中国最新部署的国产防空导弹不仅在射程增加了1/4，在攻击能力上更是精准率上升到85%。红旗16A 是陆基变体，射程大约在60公里左右，而红旗16B 在这个基础上增加1/4，也即是说红旗16B已经达到了75公里。再从防空导弹能否击中战斗机来说，在使用第一个变体时，红旗16最高不超过60%的概率击落战斗机，但是红旗16B在击落飞机上的概率直接涨到了85%。而红旗16作为中程防空导弹，在中低空上有着十分良好的优势，再配合同系列的红旗9防空系统，形成一个全方位区域防御网络和防空导弹系统。按照俄罗斯的说法，目前这个导弹已经被部署在西藏自治区了，这同样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地方。据悉，在早一点的时候，这里还进行过防空导弹的演习。红旗16防空导弹，中国出来自己用，自然也有不少出口给了其他国家，比如巴基斯坦。记得在2020年中的时候，印度又一次出动了苏30 MKI 战斗机，在飞越雪场后来到巴基斯坦的时空线上空，却被中国卖给巴基斯坦的红旗16给直接锁定。并且当时还有相关人士表示，这并不是印度第一次被锁定，当然并不排除是印度战斗机不是最新款的原因，但是巴基斯坦的红旗16同样不是最新款。